美国降息救了中国的命，到底怎么回事呢？今天带你快来看。嗨，大家好，我是志玉，今天要带您来聊聊美国降息却救了中国经济，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想要跟大家解释一个名词啊，这个名词很有意思啊，大家应该听过，叫做美元潮汐。好，当然这个词呢，这个应该是在解释一个货币在全世界当中运行的一个逻辑，但是呢，你可以就这么简单理解它。很简单说，就是美元是如何在全世界割韭菜的，差不多那个意思。那当然呢，它的背后有一套运行的逻辑。那这套逻辑呢，在现在的一个经济在全球的贸易当中，它是行得通的，所以大家就会觉得哦，那个就非常正常，那就是一个经济运行的逻辑。但是呢，这个逻辑啊，告诉大家是美国人发明，然后告诉你，那叫做一个正常的经济运行。所以呢，就每个人一出生，你受了教育，你就是默默的被他洗脑，然后你就说哦，原来就是这个样子啊。但是呢，我们默默的都活在那个不叫楚门的世界，而叫美国人建构的一个世界的一个逻辑当中。好，那简单来讲，美国呢，它是一个全世界权力最大的，它国力最强的一个国家，那它的货币呢，也是全世界通用的货币。那于是乎呢，久而久之，大家就觉得，哦，这就是世界运行的规则。所以呢，我们就出现了，就像正常的潮汐一般，也有美元的潮汐。那美元的潮汐呢，就是美国在控制全世界经济，在让它自己经济不断繁荣的很简单的一个做法。好，那我们来看哦，这个做法呢，在最近呢遇到了这次的降息。那这次的降息呢，有一种经济学家的分析认为它叫做美国战略上的挫败。那你就很好奇说，为什么叫它这战略上的挫败？那它的战略挫败呢，我们就刚刚告诉大家美元潮汐了。我很简单告诉大家美元潮汐的运作的方式啊。美元潮汐呢是这个样子的哦，它就是呢利用美元去抽其他国家的血来繁荣美国自身的经济，差不多那个意思。那它就是透过联准会的升息降息来让这个美元的潮汐涨潮退潮，涨潮退潮，在涨潮退潮的过程当中就割了其他国家的韭菜。好，这是这样说的。首先我们来看到美国联准会它开始升息，那升息呢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动作呢？它开始升息之后呢，于是呢它就把很多其他国家美元的流动性给吸回美国本土来。好，那就吸回来。那吸回来了之后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一些国家，特别是一些新兴市场的国家、小国家，它就 hold 不住了，因为大量的美元流动性被吸走了，所有的美元从我国家跑出去了。那于是呢，它会造成这个国家的经济开始动荡，钱都被吸干了，所以它本国的汇率，它的货币呢就开始强烈的贬值，它的一些资产呢就会开始不断的泡沫，所以它就整个国家经济崩溃。好，崩溃到最后呢，这个时候美国它就像是一个白马王子般的出现。这个白马王子出现之后就说你很可怜，来手给我，我救你。然后美国就来了，于是他就开始买你们这个便宜的资产，然后他还告诉你我是纾困，我是救你，对吧？不然你要倒了不是吗？赶快来，我给你点钱，我救你。但是这个时候呢，你们国家的资产都已经便宜到不得了，通通被他低价割韭菜割光了。割光了之后呢，于是呢联准会默默的，他在升息循环结束，他开始降息了。好，降息呢，一切就开始，这个国家经济就会慢慢恢复正轨。但这个时候呢，它的资产价值也开始往上提升，不是吗？那这些资产现在在谁手里啊？不是被美国买走了吗？它低价买光了，所以呢，降息之后呢，美国这些资产，它就赚钱了之后呢，它就开心了。于是呢，你看到美国就透过升息、降息去操纵其他国家，去割其他国家的韭菜。那其实呢，在过去的这几十年来都是这样的。从最早日本，为什么日本会踏入它失落的年代，就是被美国割韭菜。后来有墨西哥的经济危机，有东南亚的金融风暴，一次又一次的都是在美国联准会的升息降息的循环当中，这些国家被割了韭菜。没有人永远是笨蛋，所以呢，一次又一次，大家知道了，每一次美国升息，
我们就会很倒霉，所以大家都会因应的。所以呢，有些人就是美国一升息，我跟着升息，我让你割不了我家韭菜。那亦或是呢，现在大家慢慢的降低对美元的一个依赖程度，或者是呢，最近中国它经济体的崛起，让有非常多东南亚的国家，亦或是跟中国经济往来非常频繁的国家，它就会让美国割不了韭菜。因为呢，我们刚刚讲到了美元潮汐的循环是，它要在透过升息降息循环当中，这个国家经济要崩溃，就让美国有割韭菜的机会。所以前提是你要经济崩溃。但是呢，现在在世界上，有一些国家，它因为跟中国关系往来的比较密切，所以呢，美国这一套它割不太到它的韭菜，因为它经济不会崩溃，它有中国市场。所以呢，美国这一套在这一次你发现，好像他割韭菜的对象都是他自己的盟国，或者是一些非常小的国家。有一些，比如说像菲律宾，菲律宾这一次就让美国割不了韭菜那于是呢，你看到菲律宾甚至因为地缘政治，他在中美之间在所以呢，他甚至还让美国吐了一点给他，给他一点这个好处拿走了。所以你就看到美国这一套不太行得通。所以这次呢，你看美国呢，他这一次的降息，一次就降了2码，人家说叫暴力式降息。为什么？因为他没有达到他战略当中他想要得到的结果，就是割遍全球韭菜。那于是呢，他只好那割不太到，没关系，那我就降息好了，因为我再不降息，我要拖垮美国自己的经济了，所以他就赶紧降息。但是呢，在这一次当中，他发现他的韭菜好像割得不够多，于是你就看到了。我们就目前看到美国会疯狂的对付中国，他会觉得我要把中国呢全部的给压下去，我之后才可以持续用我这一套美元潮汐在全世界当中继续运行，继续让美国的经济持续繁荣。好，于是他就这次暴力降息。好，但是呢，这次呢我们看到了降息之后呢，反倒是让中国下行的经济松了一口气。中国的经济呢现在非常辛苦，非常辛苦呢。当然，中国政府希望有很多的方式来救市，但是有点 hold 不住。为什么？因为美国在升息。过去美国一直在升息，那中国为了要救经济，它是比较宽松的嘛，所以呢，钱当然就会往息多的地方走，这是人之常情。所以呢，就会让中国人民币承受非常非常大的压力，所以人民币不断在贬值。那你要怎么救都很难救，因为呢，利率就是美国高，钱就会往那里去。那往那里去，钱通出去，我的货币就是会贬值，但我就挡不住，这是中国的困难。但是呢，美国开始降息了之后，哇，人民币松一好大一口气哦，那种感觉好像是快要窒息，突然间可以深呼一口气了。所以你看到人民币其实从7月份以来，那个时候就一直说，美国要降息降息，所以呢，人民币就一直松一口气，松一口气，松一口气。从7月份开始，人民币你开始慢慢回升了，回升的幅度呢，大约有2.5%左右啊，所以你就看到真的松口气。那这也让中国政府也松好大一口气，不用再去用一大堆的钱去 hold 住人民币汇率了。他现在可以把这些资金拿来做什么？拿来救中国市场，救内需，救房市，救股市。于是我们就来看看现在中国要怎么救市。这次呢，有人形容说，中国央行它的动作呢，可以是铺天盖地的希望把中国经济给撑起来。那当然我们要看它怎么个做法，但撑不撑得起来。好，我们现在来看中国人行，它现在这次它就开始降准又降息。降准呢，下调存准率2码，然后呢下调了政策利率，然后呢它还把存量房贷的利率又再度调低。什么叫存量房贷？存量房贷就是现在还没有缴完的房贷的一个总额，就是现在还有的房贷。好，那这些房贷呢，其实都是以前利率还比较高，那现在呢，中国经济又在下行，所以会让人民负担这些房贷负担的非常辛苦。如果我房贷负担的很辛苦，我当然没有余钱去做其他消费，那于是呢，中国的经济就没有消费，就开始消费降级，那经济活水就活不起来，对吧？于是他从源头救起，我就让你房贷付得比较轻松，我让房贷利率调降，去年调过一次，这次再调一次，再往下调，让大家呢负担的房贷利率再低一点，那我就有多一点余钱可以消费。那另外呢，它还有一个创新的政策工具要拿来救股市的，这很有意思。他说呢，要让中国的证券
基金、保险公司，它有一个互换便利。什么叫互换便利？就是呢，你可以到这个股市当中去买股票，买股票之后，你可以拿来跟央行直借。我把股票押给央行，我可以借钱出来。借钱出来之后呢，我可以再去买股票，买了股票我再直押给央行，我再借钱出来。他希望有一个这样互换便利。我不是买了股票，然后股价在跌的时候，我就是拿着我手中的股票，我也没有办法。现在呢，我可以拿我的股票拿去跟央行借钱，借了钱出来之后，股价再跌，我就可以进去护我家自己的股价了，我就可以去买我家自己的一个库藏股了这样回购的一个方式哦。那这样子让钱可以流通，希望可以救市，有没有用？有用啊，怎么没用？陆股都喷发了，所以你就看到现在这个陆股就是救的还蛮有效的哦。所以呢，你看到这次中国央行它使出的这个救房市然后救股市的一个方法可以说是在股市方面非常有效，立竿见影。那房市的部分可能还要再持续观察它。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刚刚讲了，房贷利率降下来了，就希望大家多消费一点。现在中国很大的问题是消费在降级，所以呢，我们来看刺激消费怎么个刺激法。上海的做法是我发消费券，服务消费券。他说呢，在几个领域，比如说你可以看电影，然后比如说你餐饮、住宿，还有你可以体育这几个项目呢，他发这个消费券，就让你可以去消费，可以有一些折扣。那总共呢会有5亿元的人民币这么大的额度希望可以刺激一些消费。比如说我给你一个电影券，你去看场电影。你总要喝个可乐，吃个爆米花，旁边一些什么小零嘴吃一吃，然后呢，旁边购物中心呢，我都看了电影，我逛一逛，顺便买件衣服回家，我的消费就起来了。所以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抛砖引玉，让中国内地的一个消费呢能够稍微好一点但是呢，这么多的一些救市的措施，就是希望可以办到让今年的经济可以保五。好，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目标。那当然呢，现在还有一个观察重点，就现在的中国的经济状况是除了消费降级之外呢，还有通缩的问题。那通缩你要看什么指标呢？请看 PPI。PPI 呢是这个工业的一个这个生产物价指数生产物价指数现在是负数的，那就是通缩。所以呢，你要让它恢复到正数以上希望可以微通膨比较合理。经济在往上走的时候，你是需要通膨的。现在通缩，所以大家才会担心中国可能今年的经济很辛苦。好，但是这么多救市的一个力道，到底救不救得起来？现在专家说，其实中国人不是没有钱，他并不是缺钱，而是陷入了一个通缩的一个螺旋当中。什么叫通缩螺旋？就是呢，他的收入变少，家庭收入变少，我没有赚到以前一样的钱，所以呢，中国人的习惯就是我要储蓄嘛。中国是全世界数1数2储蓄率很高的国家所以呢，我们就是会没有赚那么多钱，我就不会有那么大的消费。于是呢，我的收入降低了，我的消费也会降低，这就是消费降级的源头，而不是我没有钱中国人是很有钱的哟，只是他不想花而已。他觉得，我觉得未来我可能不会再赚这么多钱，所以我少花一点，大家会未雨绸缪，是这样的心态的。所以呢，现在有很多，包括像彭博，包括像经济学人，像一些国外的媒体分析，中国的经济问题是因为陷入了通缩的螺旋，而不是大家没有钱。所以他们认为央行这次放钱，一次放了1兆的人民币出来，放这么多钱呢，到底能不能达到刺激？其实最重要讲回来，应该是信心问题。应该首先要让大家觉得对中国的这个经济非常有信心，我才能够大手笔的花钱，让我觉得花了这个钱之后，我以后是有机会赚得回来，我才会继续花钱。所以是信心问题。那这一次呢，放水到市场当中，有没有办法救大家的信心？我们要持续观察。但是呢，陆股的部分呢，现在已经是立竿见影的开始往上涨，但是呢，瞬间涨太多了，还是要提醒大家，接下来呢，到底有没有效，能不能继续刺激陆股，我们要观察。但如果你从底部呢，已经赚了一大波到现在，你好像可以稍微获利落袋一点了所以呢，还是提醒大家投资要谨慎接下来还有没有持续的把陆股往上推升的力道，我们还要持续观察哟。希望你喜欢今天内容，我们下回见，拜拜。